接下來我們要持續關心到的是，現在在全球都在瘋 AI， 還有美國的政策支持之下，沒有想到賺最多的是川普的家族，他的身家暴漲了70%，包括川友友等等都大賺錢，但是美國的百姓陷入在地獄當中，底層吃不起。病不起，而且是非常压力非常大的。我們趕快來看到现在在美國整體的社會氛圍，當然了，股市狂飆，尤其在 AI 股上面，那矽谷也狂砸錢，華爾街狂投資。那麼我們現在來看到最受惠的，當然還是美國的富豪，他們在近期可以說是集體暴富。來自於彭博一個最新的一個數據，直接顯示了目前全球前500大富豪的財富啊。2025年竟然暴增了2.2兆美元，這個數字其實已經創下了歷史新高。但是其中呢，2.2兆美元這個暴增的財富當中，有1/4竟然都是集中在美國。美國的哪一些人？8名的美國的科技還有政商權貴拿走了1/4的这一些錢。最誇張的就是川普本人，他賺最多錢。川普短15個月內，家族財富直接暴增了70%。淨值飆升到68億美元，權力加政策的支持，川友友當然一起賺了非常多的錢。更諷刺的是，現在全球非常的動盪，我們看到多個國家都有戰火，但是在跨年派對上，直接是在佛州的海湖莊園辦起來了。賓客名單有誰？其實這些很多的賓客名單都涉及到了這個有關於戰火的，像是南美快要開戰了，還有中東戰火。我們看到包括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、中東的億萬富豪、川普的死忠政治盟友，還有川普的兒子小唐納等人都在這一場派對上面，大家高調的開香檳等等。那麼宴會上還賣這個畫作，一開價直接開出了新台幣8000萬元，非常的有錢。在這個同時，川普還不斷的喊世界和平。好，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孫委員怎麼看了。剛剛說了，川普家族15個月內他的這個財富暴增70%，到底他的政策是為自己服務，為川友友服務，還是為廣大的美國人服務？委員怎麼看？對啊，川普的確是很妙哦。我曾經不止一次在節目說過，我是他最大的粉絲，所以因為有他，中華民族才能夠完成偉大的民族復興大業。那也因為有他，一個立國200多年的美國，恐怕在未來的幾年之內就會崩解哦。那你說川普當時在選的時候，他就在講說要讓美國再度偉大哦。就美國有沒有再度偉大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川普的事業的確變得很偉大哦。在過去這幾年，我們還不要講說大家現在在台面上知道的，因為我說我在研究所教 AI 教區塊鏈哦，所以我一直對加密貨幣市場有一直在關注。川普的二兒子結合了世界的幾個加密貨幣的巨頭，在中東推着這些案子，就帶動了加密貨幣前一波的漲勢哦。而且不僅如此，他們還影響了共和黨，影響了美國的國會，最近才通過了2個加密貨幣的法案，一個叫做 Clarity， 另外一個叫做 Genius， 這2個法案全面的對加密貨幣進行鬆綁。這個其實基本上以我對區塊鏈的了解，跟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政府的操作是背道而馳的。因為國家對於加密貨幣都有防範洗錢的可能，所以它一定都是強力的監管。只有美國通過這2個法案是進行全面的鬆綁。所以光是在加密貨幣這一輪啊，我在想，川普的家族大概的收入就已經很驚人了。各位看一下過去那段時間比特幣是怎麼瘋漲的哦。那你現在回過頭來看，美國是過什麼生活？美國每8個人就有1個人在領食物券。美國有4200萬人，他是在貧窮線上下，所以他必須要靠食物券生活。更重要的一點是，除了那4200萬人之外，美国還有更多的人在食物銀行領食物。食物银行是你不能領食物券的人，你才去領食物。所謂你不能領食物券，就是說你其實是有收入的，那你的收入可能這個還沒有低到在這個貧窮線，所以呢，你沒有辦法拿這個食物券，可是你活不下去啦，你怎麼辦？你就只好去食物銀行低着頭拿食物。我們曾經看過幾個報道，就連美國的軍人他們的家屬都要低着頭跑去食物銀行排隊去拿食物，為什麼？就是因為貧富差距大到已經嚇死人了。所以美國今年最流行的一個英文單字叫做 affordability， 就是你負擔得起嗎？因為這句話在 New Jersey、在 Virginia 的州長選舉，在紐約市的市長選舉，民主黨可以橫掃美國。最主要的原因就這句口號啊，你負擔得起嗎？
你負擔得起你的生活嗎？所以其實這是美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哦。就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，其實坦白講，我也替川普捏把冷汗啊，因為我希望他這個正宮康泰啊，最好連任到死為止，能夠當多少屆就當多少屆了。所以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，川普現在的民調已經跌破了40%了。那接下來他要在期中選舉要能夠繼續穩住他的政權，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。是好，所以在此刻我們看到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之際，當然了，在這個民主黨方面呢，現在又提出了要做改革，尤其2個地方、2個州现在也掀起了這樣子的一個聲浪。首先是在紐約，另外一個是在加州。紐約是他的首位穆斯林市長这個曼達尼站出來上任才第1天，立刻站在百姓這邊說，他要對富人加稅來補貼這些勞工階級，因為真的已經過得太苦了。這是紐約的部分，再來是加州了。加州的基層民意現在也要求說要推動富人稅，結果沒有想到這個 idea 這個消息一出來，有這樣的想法之後，當地的這些創投大佬就開始討論說，那我乾脆離開加州好了，去其他地方創業，準備撤資。現在可以看到美國整體的氛圍就是被資本所綁架，但是即使我們看到紐約跟加州要對富人開刀，川普的這些權貴還有川普的政府本人會乖乖讓利嗎？平民跟這個富豪之戰正在撕裂美國嗎？張將軍怎麼看？我認為這個蠻困難的，因為這是結構性的問題，很難3兩下就可以做解決。那紐約市長也好，或加州州長也好，我認為他把問題看得單純化了。美國是一個貧富差距非常嚴重的一個國家，1/1000的人 on top 就頂端的人，他就佔了美國15%的財產，1/1000啊，1000個人裡面就1個，其他999，你們只拿85%了啦，那其他999人呢，拿的就你看看，那前面20%就拿全部美國財產的1半，那其他80%呢，對不對？你們就有剩下那1半了，80%，你看到沒？所以美國貧富差距是沒有辦法來扭轉的。那他們會有3個障礙。第一個障礙，大家移州報稅。我紐約，那我離開紐約，我去其他地方報稅。我甚至可以到波多黎各去報稅，到關島去報稅，都躲掉了，他的報稅就跑掉了。你說移州報稅跑到其他地方，那你的稅就減少，你要不要？那市場背負壓力好大，哇，財政怎麼這個時候收支地方稅怎麼變得那麼少？壓力就來了。好，那我就不要了，不要玩了，會變成這個狀況。第二個，這個市議會啊，紐約市的市議會或者加州的州議會啊，他的州議員、州眾議員、州參議員會出來反對，因為議員他本身就有錢吶，他怎麼會聽你那個州長的？怎麼會聽你市長的？對不對？他整個州議會跟市議會這個預算就卡你市長，卡你州長。那州議員還有這些市議員就把你做梗啊，因為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，既得利益者會讓利嗎？困難度很高啦。這個做道德勸說效果是很少的。第三個我們來看呢，他們會如果是這樣的出招的話，紐約市長也或者加州長出招了，那我很簡單，我減少投資，我不要投資在紐約市，我不要投資在加州，我跑到其他地方去投資，錢搬走了，那就減投資，造成這些市長還有他的州長壓力會非常的大。對。好了，那就大家來妥協，又变成因為民主就是变成妥協。那妥協之後，想想看，那這個貧富差距的這個縮小有沒有改善？又沒改善了，又回到原點。那為什麼回到原點呢？因為結構性的問題啊，很難解決。好，結構性的問題使得這個貧富差距其實很難被解決，而且是越來越大。那現在其實呢，在美國當地受害最深的有3個比較慘的族群，第一個就是農民，第2個族群就是窮人，最後就是病人。我們先來看到農民哦，因為這個去年大家不是在討論這個貿易戰嗎？那有關於大陸停買美國的大豆。那現在中國大陸是回頭買了800萬噸的大豆，但是大豆價格至今還是一路的走跌，所以現在美國農民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。再來窮人哦，從元旦開始，食物券呢，美國政府已經規定了，在某些州，像是猶他州啊，或者愛荷華、印第安納州等等，總共是5個州呢，說你食物券接下來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少吃糖啊，所以呢不能買汽水跟糖果。那民众就抱怨說，重點也不是說我們想要吃這些食物，而是那些好的健康的食物我們買不起啊。最後最慘的還有病人。2026年我們來看到350種藥物會漲價，比起2025年多了100種漲價的藥物，而且包括了疫苗、癌症藥物，全部都在漲價的名單當中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聶老師怎麼看 ？OK， 真可憐啊！農民活不起，這個窮人吃不起，這病人這個病不起。
我先講一下這個跟農民有關哈。我們知道大豆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，不是被限縮嗎？中國不買嘛，那不買怎麼辦呢？這個農民就緊張，就急跳腳，對不對？那這時候呢，當然中國它可以 ship 到巴西啊，巴西全世界產大豆38%，你產30%，你卻跟我打關稅戰、貿易戰，對不對？後來呢，當然他們在妥協之後呢，又開始買。可是重點來了，就算你後來回頭買，中國回頭買，但是他不會用貴的來買啊，因為我可以到別的地方買。這次阿根廷、巴西都可以供應我們大豆，可以比你便宜，所以你只有便宜我就會買，而且當然也可以做好這個所謂關稅兩邊的互惠。這時候呢，當然就賣出去了。可是賣出去重點是你荷包還是沒有，口袋沒有辦法漲啊，還是很縮啊，所以他真的是活不起來，因為他們的收入有限，因為賺不到。好，那我覺得這個還不是最重點，我就剛剛講一個最重點的，還是這個我講併不起的問題啦。我想前面之前我們分析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就是全世界的藥，知道在這個中美貿易戰，所以中美這個所謂的決裂之後，農業之爭之後，就有太多地緣政治的問題，會讓美國真的是一路的打趴。包括藥品，大家都知道 API 叫什麼東西，叫 active 的 pharmaceutical 的 ingredient， 叫做原料藥。全球有非常多重要的藥都是被原料药控制，这個組合裡面沒有這原料，你就沒有辦法去做到最後的終極料。所以美國有700種被統計，有700種原料是被中國控制住的。所以這個講不好聽，你如果被控制住，你藥品又會貴，那又有各種這個策略、這個政策的醫療政策問題，讓這個藥品越來越貴。請問病人他怎麼病得起？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呢，你就發現到美國的確這個苦日子就要繼續撐下去。當然，我們在美國生活很久了，大家我們也看得到，美國很多人真的是靠補助食物券生活的。講不好聽，你真的很慘的時候，你就乾脆存款都不要有，全部都沒有，就靠國家就會補助你了。那生病呢，你就一直看病，因為美國生病很貴，看病很貴的，就一直去看，一直看。只要你没有存折，你可以一直看，然後一直賒債。我以前在美國做二房東，租的就是這樣的美國人啊，他就是過得很自由，所以弄到最後，全美國的可能會看起來這個活不起，這個吃不起，病不起，他就癱了，這個才叫真正躺平啊，完全躺給國家，由國家去接收。所以我覺得他們會讓這個國家整個社會問題會越來越嚴重，而不是說光是人民的問題，人民可憐，人民窮，但最後會弄到這個整個國家會走很嚴重的當寸。所以川普現在一開始上來第一版的時候說 American First， 美國優先，這次來一個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